老公来找我离婚的时候，我刚把18岁的他安抚好，结果一听要离婚，这厮又炸了，踱步就要往外冲，敢跟我未来老婆离婚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我是背着18岁的纪琛，偷偷跟着30岁的纪琛跑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的。去的路上，小男人大概是醒了，给我打电话。在哪儿？我偷瞄了眼正开车的男人，压低声音，出来买个东西。出去怎么不喊我？我现在来找你。不用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好说歹说，总算是劝住了。是谁？纪琛神色紧绷，嘴唇抿成一道直线。没谁，咱们能开快点吗？去晚了，我怕还得排队。话音刚落，纪琛一脚刹车停下了。那就改天吧。啊，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，离婚再约时间吧。别呀，跑出来一趟，我容易吗我？纪琛是我初恋，恋爱5年，我们结婚了。只可惜这段婚姻没能维持到最后，就在上个月我们决定离婚。但没想到18岁的纪琛突然穿越过来了，大辣辣的出现在我家，以男朋友的身份极其自然的跟我同居了。18岁那年，我和纪琛刚在一起，浓情蜜意。听说我居然要离婚，对象还是未来的自己，他当场就急了。我现在就去找那个老男人，敢跟我女人离婚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你放心，我就是打死我自己，也绝不让你受这种委屈。尽管我解释我们是属于和平分手，但小男人就是不信，我会有一天不爱你，绝不可能。你想离婚可以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自那以后就开始了盯人战略，对我那是寸步不离的防守。别说离婚了，我就是见纪琛一面都难。我不由庆幸的亏我跟纪琛分居的早，不然我一天面对俩，非得精分了不可。穿越的事儿，纪琛本人并不知情，主要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。对我来说，18岁的小男人和30岁的纪琛完全是两个人，一个眼里只有工作，而另一个眼里只有我。回到家，小男人坐在沙发上，高贵冷艳，瞧见我跑过来，像个小狗似的嗅来嗅去。我怕痒躲开，闻什么呢？男人味。小男人眯着眼，你该不会背着我去跟狗男人离婚了吧？我心一紧，不得不佩服这家伙的敏锐。没有，不是答应给他机会吗？小男人叹了口气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每天还得撮合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晚上趁着小男人洗澡，我给纪琛打了电话，离婚的事我想尽快解决。电话接通，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徐小姐，是纪琛的秘书苏婉。纪琛呢？纪总在洗澡，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你有什么话和我说，我代为转达就可以了。我正要开口，突然家里卫生间的门打开，我做贼心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小男人刚洗过澡，发丝还滴着水，腰间只围了一条浴巾。18岁的身材坚实有力，腹部还能看见坚实的肌肉。饶是我和纪琛在一起12年，也遭不住这种视觉暴击。显然我的表情取悦了小男人，他赤脚走过来，我跟他比，怎么样？他说的是30岁的自己。纪琛虽然平时也注意健身，但肯定不如10几年前。况且他很忙，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我们坦诚相待是什么时候了。见我神色复杂，他表情逐渐古怪。他很差劲。我还没开口，小男人瞪圆了眼睛，难道是不行了？我30岁就不行了？小男人表情崩溃，别解释了，我已经知道你执意离婚的原因了，让我冷静一下。说完，步履沉重地回了卧室。一时间，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。电话响起，我看了眼显示，是纪琛，刚给我打电话的。想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去民政局？那边还没开口，卧室门突然打开，冒出了一颗小脑袋。老婆，我睡裤呢？我赶忙捂住话筒。阳台。哦，门又关上。电话那边的男人陡然沉默了。徐于彤，我们还没离婚。我不耐烦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这不正跟你商量办手续的时间吗？然后纪琛又不说话了。良久，我希望在我们婚姻没有彻底结束前，你能保持对这段关系最起码的尊重。我想到大半夜还出现在他家的女秘书，冷笑了声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这通电话到底影响了我的心情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思索自己和纪琛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如何都无法入睡。索性起身，才出房间，就见到小男人坐在客厅。见我出来，他一愣，睡不着？没有，就是渴了出来喝杯水。你说谎的时候会摸鼻子。小男人走到我身边，你不开心，是因为那个老男人？这回我没吭声。没想到小男人胸脯往我身边挺了挺，打吧。啊，打我一顿，也许你能痛快点。他双眼紧闭，慷慨就一般说道，放心，我年轻，抗揍。我没忍住笑出来，伸手虚敲了一下他的胸膛。见我笑了，小男人终于松了口气，抓住我的手，顺势把我揽在怀里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对不起呀，我也没想到我这身强力壮的5好青年，怎么突然有天说不行就不行了。这厮还真以为是因为这原因。我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，是啊，我也是没想到。明天我就给你买点补品，从18岁开始抓，说不准还有救。在小男人崩溃的眼神里，我终于快乐了。
不得不说，小男人的出现抚平了我离婚的焦虑。我好像又回到了被几琛宠爱的那段时间。白天他会接送我上下班，偶尔会出去约会，就算2个人在家里一整天也不会嫌腻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公司就开始疯传有个奶狗弟弟在追我，传来传去，传到了几琛的耳朵里。接到几琛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跟小男人在外面吃饭。听说现在你有了新的追求者。我看了眼小男人，起身走到外面。是啊，所以麻烦季先生赶快签字，别影响别人新姻缘。你要和我离婚，是因为他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几琛，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晚了？我提离婚的时候没问，现在知道我身边有了别人，倒是关心起来了。听到我的话，几琛轻叹了声，彤彤，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是啊，明明曾经那么相爱的2个人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正要说话，那端传来苏婉的声音。季总，会议还有5分钟开始，李总团队已经到会议室了。怕您胃疼，开会的饮品直接被我从咖啡换成了大麦茶，您不会怪我吧？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我才重新推门进去。正瞧见有2个年轻女孩站在小男人旁边，似乎想要他联系方式。不好意思，我有女朋友了，就是加个微信，我们没恶意的。小男人一本正经，那也不行，我妻管严，麻烦你们赶紧走。和异性保持距离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几琛早在18岁就已经懂了，为什么30岁了他反而做不到？走过去，2个女生看见我眼底闪过诧异，其中一个开玩笑道：“小哥哥，说女朋友是拒绝我们的借口吧？这个姐姐年纪这么大，跟你也不搭呀。”话音落下，小男人脸明显沉了下来，你倒是年纪小，但长得老啊。说完还嫌不解气，指了指自己的心脏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女孩傻了，摇了摇头，爱我老婆的一颗红心，然后又比了比自己的右手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2个姑娘又摇了摇头。他嗤笑，比沙包还大的拳头，再让我听见一句诋毁我老婆的，揍死你！直到2个女孩走远了，小男人才不甘心地哼了声，似乎还在生气。我忍笑，我现在年纪确实比你大，有什么不高兴的？那又怎么样？不管你18还是28，是头发花白还是牙齿掉光，你都是我想宠爱的宝宝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小男人的出现刺激了几琛，这厮最近联系我的频率明显变多了，都是无关紧要的问候，不是问我吃了没，就是问我在干什么。我都不记得几琛已经多少年没和我闲聊了，只不过最近这些信息看起来稍显讽刺。既然已经决定离婚了，还是减少这种无意义的关心吧。我希望你下次给我发信息是确切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去民政局。除了这件事，我们之间就没别的好谈的。你才发现吗？我们之间早在1年前就已经无话可说了。我说完，电话两端的人都沉默了。以前的我们不是这样的，自从几琛生意越来越大，工作越来越忙，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。白天的工作，傍晚的加班，夜晚的应酬，陪在几琛旁边的都不是我。良久，几琛才开口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不用跟我道歉。这件事原本我没放在心上，却没想到几天之后，苏婉意外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季总正在开会，他电话说有一份资料落在家里了，托我过来拿一下。我虽然心里对女人突然找上门的行为有些不高兴，但还是去书房把几琛未带走的东西翻出来递给苏婉。接过文件袋，苏婉没离开。有句话或许不该我讲，但是身为秘书我实在有些担心季总的状态。他看向我，听说您和季总主动提出离婚了，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就别拖拖拉拉耽误彼此时间。一边找了小鲜肉，一边还想吊着前夫。季总顾及情分不好撕破脸，但也希望您别利用他的善良伤害他。几个菜呀，至于喝成这样？我还没说话，小男人出来了，大概被人认出来，这家伙嘴上还戴了个口罩。看向苏婉满脸不耐烦，知道自己是个丫鬟，那就别操心主子的事儿。我媳妇跟她老公怎么样，轮得到你在这逼逼叨叨？你这种女的我见多了，不就是惦记着离婚之后你好上位吗？把心放肚子里，就你这样的，甭说12年，再过120年我都看不上。小男人嘴就跟连环炮似的，毫不留情。苏婉被说懵了，瞪圆了双眼，才问了句：“你们同居了？”“对，就同了，怎么的？”小男人不耐烦：“不是想告状吗？赶紧告诉你主子去，别老在这儿犯闲碍眼的。”一顿输出信息量太大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小男人已经把门关上了。下秒，刚还气势汹汹的小男人陡然转身：“所以是因为他吧？”我一愣，小男人抿了抿唇：“你想离婚，不是什么我不行，是因为这个女人。”我张了张嘴，没能出声，这反倒证实了小男人的猜测。他面色阴沉地往房间走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还陡然间不高兴了。难道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结果小男人冷哼了声，人是行了，眼又瞎了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就这，我还不如不行呢。别拦着我，我现在就自我了断，以绝后患。大概是不能相信30岁的自己居然移情别恋这件事，一整天小男人心情都不好。晚上连他一直追的偶像剧都开始了，居然还躲在房间里没出来，这让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小男人该不会一时接受不了，真打算自我了结吧？
我正准备敲门，家里门铃就响了，居然是纪琛。男人脸红扑扑的，发丝有些凌乱，看见我声音沙哑，喊了声老婆。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我砰的把门就关上了。听到声响，房间里的小男人终于也有了反应。房间门推开一道缝隙，谁呀？收电费的。我下意识回答。他哦了声，想出来。我赶忙阻止，你进去。小男人，不是你说电视剧开始了吗？我把 iPad 给你，你进去看。大脑飞速运转，我还在生气，对，在生你12年后喜欢别的女人的气，今天不太想看见你。小男人信了，肩膀又往下垮了垮。现在有种后人砍树，前人遭殃的感觉。戏剧性的，那边刚关门，这边敲门声又响起来了。我怕小男人再出来，飞速拉开门，压低音量，你大晚上来干嘛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你了。纪琛眼睛湿漉漉的，看着我的样子，居然该死的跟房间里的小男人如出一辙。我闻了闻纪琛身上的味道，喝酒了。纪琛也不回我，弓着身子往门里挤。我堵在门口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家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进？纪琛不满意了，低头看向我，我要回家，我要睡觉。太阳穴疯狂跳了2下，正在想对策的时候，纪琛像个兔子寻找到空隙就钻了进来，还回头冲我得意的傻笑了2下，跟清醒时的他判若两人。醉成这样，再把他轰出去应该是不行了，只能暂时把他安顿进卧室。此时我无比庆幸当初小男人穿过来，我本着不能残害国家幼苗的原则，坚持跟小男人分房睡，不然现在就尴尬了。纪琛进了房间，就非常主动地以大字形姿势霸占了我的床，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。我懒得搭理他，翻出另一床被子想出去，结果纪琛翻身下来，一把将我抱在怀里。我不想离婚。我整个人顿住，他毛茸茸的头顶蹭着我的，你跟他同居了是不是？听到这儿，我终于明白了。苏婉告诉你的？纪琛乖乖点头。这一刻，我说不出内心的复杂。纪琛，一直以来吃着碗里蘸着锅里的人，是你不是我。今天苏婉找我，说是帮你拿资料，其实是给我让我不要纠缠你的。其实很久以前，我就想找你聊聊，但是你太忙了，每次看到你回家疲惫的样子，到嘴边的话就被我吞回去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才这么辛苦，舍不得让你回到家还被这种负面情绪干扰。但当有一天我发现你的心思全都在工作上，陪伴你的女人从我变成了苏婉，我就再也提不起兴趣说了。彤彤，我从来没喜欢过别人，我知道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们的问题或许不在他身上，要怪只能怪我们都长大了吧。其实不想讲这么多的，之所以说出来，是因为知道你第二天酒醒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摸了摸男人的脸，纪琛，我曾经很爱你，只是现在我决定爱自己多一点。也不知道纪琛听没听进去，我说完，男人安静了。我摸了摸他柔软的发丝，慢慢退出房间，抬头却看见小男人靠在门边的墙上，沉默。你都听见了？小男人点了点头。我其实不太想让他知道的。18岁是对美好爱情向往的年纪，我经历过，也十分感激纪琛曾陪我度过那样一段时光。我抿了抿唇，和他说对不起，没给这段爱情一个美好的结局，但我从没后悔过和你在一起的决定，只是现在我和他都不得不往前走了。我知道这件事对18岁还沉浸在热恋中的男孩来说，或许很难理解。小男人扯了扯嘴角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，所以现在这段感情已经让你不开心了。该道歉的是我，没能兑现当时的承诺，给了你不好的婚姻体验。彤彤，如果你想走，我愿意放手。我想，他当初答应你离婚的请求也是一样的。我们都不想看你不快乐。那天我记得自己是在客厅睡着的，但等我醒来，人却是在卧室的床上，纪琛早就不在了。他走了。小男人已经做好了早餐，闪着星星眼等我。你跟他碰面了？当然没有，我也不傻，我是穿越过来的。万一跟原主见面，破坏物质守恒定律，我离开了怎么办？岂不是便宜了他？说完，他还傲娇地补充了句：再说了，我对渣男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话说的，就好像渣男不是他一样。不过我还是松了口气。小男人担心的，恰恰也是我担心的。原本我还害怕昨天的事会让小男人对我的态度发生变化，没想到这厮居然一夜间调整好了心态，开始催促我，你要不要跟那个大渣男联系，约一下离婚时间啊？这么拖着，得拖到啥时候？我奇怪，你不是之前不同意我们离婚？此一时非彼一时，既然你心意已定，我阻拦无效，就只能无条件支持自己女朋友了。我想了想，你跟他离婚我也有好处，至少你就能完全属于我了呀。说着，他突然掀开衣服，把裤子往下拉了拉。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这人突然发疯的时候，见他神秘兮兮地指了指，瞧这是什么？我看过去，白嫩嫩的公狗腰上居然多了条纹身。老婆第一，工作第二，这纹的是什么土家伙？我简直崩溃了！你什么时候搞的？今天早晨就你还睡觉的时候。他居然还得意洋洋，我这是为了防止你把我跟大渣男同等看待。你放心，有了这句警示语，我绝不会重蹈他的覆辙，
以后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我愣是没能说出话来。于是，在小男人的紧锣密鼓的催促下，我又一次开始了跟纪琛离婚的征程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接到了纪琛的电话，对方已经完全清醒了。昨天喝醉了，希望没给你造成困扰。声音冷静，看样子是已经忘了怎么在我家撒泼打滚了。有件事知道你不介意，但还是想解释一下。苏婉私自去家里拿东西的事，我并不知情。我已经把他调离了秘书处，以后和我不会再有直接接触。我捏了捏耳朵，不知道这人突然跟我说这些干嘛，但还是哦了声，你们公司的事自己解决就行，我不感兴趣。纪琛轻咳一声，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找我离婚有时间，其余的事就没时间。一句话直接把纪琛说沉默了。半晌这人才开口，按时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照顾自己，晚上联系。等等，晚上联系是什么鬼？我正想说话，这人倒是先把电话挂断了。我听着忙线的声音，眉毛皱得原地遮件毛衣。几个意思？这婚是离是不离了？很明显，这是后悔了。听到我叙述白天的事儿，小男人比我还生气。这都是什么极品？答应了离婚又不离，四川变脸都没他快。明明知道自己让老婆不高兴了，还不撒手，咋的以为自己还能回丈母娘家过年啊？简直脸大如盆，要我是他，我就投河自尽，免得丢人现眼。在黑自己这件事上，小男人跟别人比就没输过。原本我还觉得小男人多少有点过于激动了，毕竟经历过社会历练，成年之后的纪琛变得更理智、更沉稳，自尊心也更强了。他不会为了我做出这种事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晚上纪琛居然还当真来了，甚至还不是空手来的。右手拖了个行李箱，左手抱着个枕头，身上的西装都还没换下。我想了想，我们之间也不涉及什么原则性的矛盾，就还是想为自己争取下。给我1个月的表现期，如果还是不行再分开，行不行？救命！我现在能说不方便吗？我住的房子是我和纪琛结婚后买的房子。我们出生在普通家庭，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出租屋。男孩心里有愧，跟我说他会拼尽全力给我最好的生活。他没有失言，婚后第3年，纪琛就全款买了这套房。面积不大，但我还记得刚搬进来时我们的喜悦。后来我们的生活条件逐渐变好，唯一没有要换的就是房子，里面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。按照道理，现在我和纪琛还没离婚，这个房子又是人家全款买的，我确实没理由拒绝他住进来的要求。但听到纪琛要搬回来，小男人不乐意了。他买的怎么了？我还说是我买的呢。况且这次是我先住进来的，我看见他心烦，不想让渣男气运影响到这里的风水，你让他走。我想了想，人家小男人大老远穿越过来，除了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让他搬出去也确实不合适。于是我又跟纪琛商量，结果这次也不让。我不管你身边是不是真的有其他人，也不追究有没有人住过这个房子，反正现在我就要搬进来，和你重新开始。哪边都说不通。那我走？没想到最后还真是我走的。事情还没解决，我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，我爸突发脑梗被送进医院抢救了。放下电话，我六神无主，第一反应就是冲到纪琛面前，纪琛，我爸住院了，穿上外套，我跟你一起过去。车在路上疾驰，纪琛攥着我的手安抚我的情绪。赶到的时候，我爸已经被送到 ICU 抢救了。我妈看见我泪眼婆娑，彤，你在这边陪着妈，我去联系医生了解情况。纪琛和我妈打了个招呼，开始联系认识的医生。大概是因为纪琛在身边，很快我也安定了下来。不能否认，我对纪琛的依赖早就深入骨髓。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，终于手术灯灭，命保住了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虚脱，差点跌坐在地上，还好纪琛扶住了我。手术的医生是纪琛的熟识，他摘下口罩跟纪琛开玩笑，前段时间你才胃出血，现在老丈人又住院，是不是水逆了？赶快去拜拜，下次我可不想在医院再碰到你了。闻言，我有些惊讶，我不知道纪琛什么时候胃出血过，后续还要在特护病房观察1周。我妈年纪大了，我们让她先休息。我和纪琛回去帮我爸收拾住院的东西。路上，我想到方才医生的话，你胃出血了？什么时候？纪琛想了想，和你去民政局离婚的那天下午。我记得那晚我给纪琛打过电话，是苏婉接的。我抿了抿唇，所以是苏婉照顾你的？照顾我？纪琛分神看了我一眼，随即想到什么，他有和你胡言乱语了什么？那晚和美国那边的供应商有个视频会，身体原因我没能赶到公司，是在酒店连线的。不仅是苏婉，整个项目组都在。他私自接我电话被我说过了，只是他推脱自己看错了，我当时就没追究。我没说信还是不信，低头绞着自己的手指。纪琛叹了口气，彤，关于苏婉的事，是我没有处理好，你怨我是应该的。我不能否认苏婉能力优秀，自身有人脉，有资源，当然也有手腕，公司很多业务是他谈下来的。对我来说，他是用得来的助手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没有他，我照样能经营公司，但没有你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想哭。事实上，我已经带了哭腔，
但你同意离婚了，甚至什么都没问。你以为只有你感受到我们两个之间的变化了吗？我也是人，我也会害怕。启琛苦笑，我怕我问了会听到我不想听到的答案，比如你不爱我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没想过和你真的离婚，就只是缓兵之计。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第一次当老公，没经验，现在就算第二次，不行再判我出局好不好？这都是什么鬼话？我看向窗外，没回他。启琛也没逼我，不急，我有漫长的时间能证明。之后的时间，启琛始终在医院陪着我，工作丢给了手下的经理，一些视频会议也都在医院里进行。那天我妈偷偷把启琛喊出去，递给他了一张卡。你爸这段时间住院花销挺大的，后续治疗康复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这个卡里头有10万块，也不知道能帮你们分担多少，你先拿着。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，花多少都是应该的。随后苦笑道，这几年我拼命赚钱，就是想让彤彤和家里人的日子能轻松点，不为钱忧愁。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，那我真不知道这些年自己忙的意义是什么了。见我妈目露迟疑，启琛垂眸，妈，您就当帮帮我吧，我现在除了钱，什么都没了。我躲在病房门内没出声，思绪却飘远。在启琛为了工作多少个深夜独自把自己关在书房的时候，当他没日没夜把我放在家里出去跑项目的时候，我不是没埋怨过的。我总觉得是启琛对我没那么爱了，只是我不知道，原来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我，守护这个家。1个星期后，我爸彻底脱离危险，转入了普通病房，我也终于回了家。到家门口，我才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：小男人。这段时间忙着找过我爸，我彻底把小男人给忘了。慌忙开门，迎面我就看见小男人坐在沙发上，依旧高贵冷艳。我率先道歉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没能顾得上你。爸，叔叔好点了吗？性命保住了，后续就是进行康复训练。那就好。小男人松了口气，然后看向我，彤彤，我可能要走了。我愣住。小男人苦笑，最近时常有种飘忽的感觉，和当初穿来前感觉一样。今天感觉尤其强烈，我一直忍着眩晕等你回来，还好赶上了。一瞬失语，小男人眨着眼，最近我始终在想，我怎么会穿越时空到了30岁的你身边？后来觉得，大概是因为冥冥之中感受到你需要我了吧。现在你不需要我了，这里也没有我继续存在的意义了。启琛，不用难过，那个空间也有一个徐雨桐等着我。快1个月没见他了，也不知道小丫头想没想我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你会告诉他你的这段经历吗？当然不会，我又不傻，干嘛要自告奋勇告诉自己的女朋友12年后我会是个渣男？小男人对我眨了眨眼，但我会告诉他不必年龄焦虑，因为30岁的他依然美到让我心动。小男人消失了，房间空荡荡的，就像不曾有人来过。不久，房间的门又开了，我转身，30岁的启琛站在我身后，默默抱住了我。他没问我为什么对着空荡荡的沙发发呆，没问我为什么陡然间泪流满面。他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轻声说，乖，我还在你身边。小男人离开后，我怅然若失了好一阵子，做什么都感觉提不起精神。但奇怪的是，也是那天开始，我觉得启琛变了。他重新搬回了公寓，就为了每天能事无巨细汇报一天发生的各种大事小情，絮絮叨叨没完没了，就连白天也不闲着，不是发个午餐抱怨，中午助理给我准备的又是西兰花，我现在对一切绿色都很敏感，要么就是偷偷拍张开会的照片吐槽，行政部这个负责人话也太多了，汇报半小时了还不结束，眼看着都快下班时间了，一看就是单身狗没家庭。这天我受不了，告诉他不需要跟我汇报这么多，他一本正经，夫妻之间要多交流，以前我就是在这件事上跌了跟头，我绝不允许自己再错第2次。鉴于我们的感情还没完全恢复，搬回家的启琛就住在小男人之前住的次卧，如今我们的相处模式就和小男人还在时一模一样，他会每天接我上下班，晚上到家还会亲自下厨做饭给我吃。要知道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启琛本人从没下过厨，以前是条件不允许，后来是他忙到没时间，到最后经济富裕了，启琛索性直接请了更专业的保姆照顾我的1日3餐，如今居然像18岁的他一样劲头十足，倒是新鲜。我好奇地尝了口新鲜出锅的糖醋排骨，有些惊讶，你是怎么做到味道跟18岁的你一模一样的？说完我就沉默了。18岁我和启琛在一起时还在上大学，他根本没给我做过饭。我说的是小男人，启琛也不知道是不是没听懂，这说明我始终如一，只要你喜欢我就天天给你做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。后来我发现小男人和启琛身上的相似点越来越多，这本身并不奇怪，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一个人，但让我觉得惊诧的是，两人也有点太过相似了，只除了他比小男人更大胆，更手脚不规矩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这天启琛正陪我看偶像剧，我转头看向他的侧颜，知道什么？启琛眨眼，满脸无辜，这副样子又让我开始不确定。
按照道理，如果纪琛早就知道18岁自己穿越的事儿，表现的应该没有那么淡定才对。我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感觉纪琛呼吸逐渐粗重，牵着我的手不自觉摩擦。我下意识也跟着看了眼电视屏幕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开始播放男女主人的宫亲密镜头。我惊呆了，现在国外电影尺度都这么大吗？再转身，纪琛已经凑到我耳边，老婆。我心一凉，这音调明显已经上头了。我飞速想溜，被纪琛抓住，打横抱起，走回了房间。情深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人的腰间多了一行刺青，整个人如电到了般愣住。这是什么？一夜间多出来的。纪琛吻住我的唇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天启，点醒我，让我继续爱你的天启。那瞬间，我根本说不出来自己内心的冲击。所以，小男人到底是对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，他的纹身同步烙印在了纪琛身上。见我走神，纪琛不满意地咬了我一下，是不是我真不行了，让你连精力都集中不了？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你说什么？纪琛没有回答我。可惜的是，之后我也没机会问了。我彻底无法思考。那天之后，纪琛悄无声息地搬回了主卧。最初是主位多了一个剃须刀，后来是多了几件衣服，到最后床上直接多了个人。对于这个转变，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少现在的纪琛比以前顺眼多了。这天，我在次卧整理纪琛零散的一些东西，在抽屉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信封，拆开是一封信。30岁的纪琛，你好，我是18岁的你，不曾见面，却因缘巧合闯入了你的世界。还记得刚穿来时，我很兴奋，因为我心爱的女孩终于变成了我未来的爱人。只是开心的情绪没能维持多久，我得知了你们正在离婚的消息。几经犹豫，还是提笔写下这封信，因为我笃定现在的你一定和我一样，也在难过。我们喜欢的女孩天真可爱，你对她一见钟情。还记得18岁时，为了追这个小姑娘，你吃了多少苦头？她答应和你在一起的那天晚上，明明以学神著称的校草，居然大半夜溜出宿舍，在操场疯跑5000米，最后还晕倒，被保安发现，送到了医务室。这件事成为了笑话，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学校广为流传。在一起之后，你家里条件不好，但女孩从来没嫌弃过你什么。她仿佛小太阳，对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想象和希望。她就像一道光，照亮了你自卑又有些敏感的世界。但现在，我们的光好像灭了。她最近过得很不开心，我不止一次深夜听到梦中的她哭泣。虽然心疼，但我在发现她原来也在舍不得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我还是卑劣地松了口气。我不相信你的变心，但却有些失望你对男女事上的不敏感。之前有段时间，我一直不明白，彤彤明明是大胆又直率的姑娘，为什么在面对苏婉拙劣的挑衅时，却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？直到那天，我无意间打开她的衣柜，看到了一件件灰扑扑的职业装，才找到了答案。我们的彤彤啊，最喜欢打扮，最喜欢漂亮衣服的彤彤，大概是误会你喜欢职业女性，所以放弃了原本的喜欢，努力改变，努力包装自己，想要融进你的世界。那一刻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心疼。坦率地说，是你的纵容，你的忽视，你的沉默，伤害到了我们的女孩。是你让她变得不再自信了。我难以想象，要有多失望，她才会想到结束这段感情；要有多绝望，她才会鼓起勇气提出离婚。30岁的纪琛，你真的很差劲。但就当我自私也好，我还是希望能为你，也为自己再争取一次机会。我想你知道怎么做的，对吗？最后拜托你，彤彤现在脸上的笑容，是我好不容易才换来的。我离开后，请你维持住，不管用什么方法。祝你们幸福，也祝我们幸福。18岁的纪琛。